一笔125亿美元的名义亏损，账面上完全没有流出1分钱现金，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会计意向？英特尔公司 INTC 目前正在推动 IDM 2.0 战略，核心逻辑在于将内部产品设计事业群与制造事业群进行严格的营运实体与财务损益拆分，使晶圆代工业务转型为独立营运的纯晶圆代工服务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财务表现与会计意向深度剖析。英特尔公布的2026年第2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经营层面展现出逾15年来最强劲的年增幅，非公认会计准则获利显著超越市场共识，受非营运项目按市值计价的账面调整影响，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出现巨额名义亏损。在本季营收结构中，资料中心与 AI 事业群 DCAI 表现最为亮眼，营收达 63.00 亿美元，同比大幅成长 59%， 季增 24%， 成为拉动整体业绩爆发的主引擎。客户端计算与物理 AI 事业群营收达 89.00 亿美元，年增 13%， 季增 15%， 反映出高阶 AI PC 需求逐步释放。英特尔晶圆代工总营收达 58.00 亿美元，年增 31%。外部代工营收由上季度的 1.74 亿美元快速攀升至 2.93 亿美元，季增 68%。晶圆代工营运亏损则由第一季度的 24.00 亿美元收缩至 21.00 亿美元，显示制造端良率提升与周期，缩短正实质改善单位成本结构。本季财报最引人注目的会计意向，在于季 AAP 净亏损高达 110.33 亿美元，该亏损主因是利息及其他项目下录得高达 125.29 亿美元的非营运费用，主要为 Exclude Shares 托管股票按市值计价之账面调整，此项目属历史交易调整，不涉及任何营运现金流出。排除此类一次性非现金项目后， Non-GAAP 净利实为 21.97 亿美元， EPS 0.42 美元，超越市场预期近1倍，证实公司核心业务经营品质已有实质改善。业绩指引中长期展望与资本支出规划。英特尔管理层对2026年第3季度的营运指引全面超越华尔街分析师的前置预期，展现对 AI 驱动的需求动能及内部执行力的强烈信心。财务长 Dave Zinsner 指出，鉴于全球对 AI 计算能力的强劲需求，英特尔正显着上调资本投资。2026全年资本支出计划由原先的约 180.00 亿美元提升至 200.00 亿美元以上，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扩大设备、干净式及再版投资，以全力支撑 Intel 18A 及 14A 制程的产能爬坡。管理层重申晶圆代工事业群目标在2027年达成营运损益2平。核心技术矩阵与产品地图。英特尔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数十年积累的技术生态与本土制造优势之上。X86 生态系的深度壁垒是其最坚固的护城河。在全球企业级服务器资料中心及商业 PC 领域，绝大多数软件站与工业应用均针对 X86 架构进行了深度优化，形成了极高转制成本与客户粘性。在制造技术层面，英特尔在 Intel 18A 节点上率先导入环绕式闸极架构与 PowerVia 背面供电技术，成功在功率效能比上实现关键突破。先进封装技术则是英特尔的另一项关键防线。公司拥有的 Foveros 3D 堆叠与 EMIB 跨晶片互联技术，能够将不同制程节点的异质晶片高效整合，有效提升晶片效能并降低生产成本。商业落地方案生态系与产能扩建。英特尔近期在商业化落地，
层面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首先是 Panther Lake 全球 OEM 生态系的大规模导入。英特尔 Core Ultra Series 3在发布后，已获得全球各大 OEM 伙伴超过200款。笔电设计采用例如 Acer Aspire Go 系列，全面覆盖消费级与商业级市场。在特殊应用晶片代工领域，英特尔与全球网络安全巨头 Fortinet 达成深度战略合作，采用 Intel 4制程为其量身打造新一代硬件加速安全微晶片，显现出英特尔晶圆代工载客、智化特殊应用领域的技术实力。在前沿 AI 基础设施方面，英特尔3本Nova与鸿海合作展示了生产级机架式架构。Vector Core Compute 进一步推出离散化代理云端，成功将英特尔 Yen TOS 1案处理器、3本Nova RDUS 与 NVIDIA Blackwell GPU 整合于单一云端体系，满足复杂的大模型推理需求。英特尔扩大了与 Google Cloud 的多年战略合作，将 AI 工具全方位导入英特尔全球员工体系，加速内部生产力转型。在资本与供应链布局方面，英特尔宣布追加50亿欧元扩建爱尔兰晶圆厂设施。在先进封装领域，英特尔于2026年7月与蓝思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研发新一代半导体封装材料与技术，加速先进封装供应链的在地化配套。多空阵营博弈，多方阵营的核心逻辑建立在3大支柱上。第一， AI 伺服器通用 CPU 及主节点需求强劲复苏，带动高毛利的 DCAI 板块营收暴增 59%。 第二， Intel 18A 制程成功量产落地， Panther Lake 出货，证实其制造端回归全球领先地位。第三，晶圆代工营运亏损逐季收敛， Non-GAAP EPS 达 0.42 美元，确立营运转折点。空方阵营的质疑则集中于：第一，高 IP 账面亏损达110亿美元，且自由现金流为84亿美元，高额 CapEx 将持续侵蚀流动性。第二，晶圆代工业务至今缺乏一线科技巨头的 18A 具名大单。第三， AMD 在伺服器的渗透及 ARM 在 PC 端的扩张仍对 X86 形成长期压制，市场高度认可其 AI PC 与伺服器 CPU 短期需求修复的叙事。 Core Ultra Series 3的200加款 OEM 设计及 Q2 亮眼的南极 AAP 获利，让投资人相信其产品线的商业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市场对其 IDM 2.0 双重角色的经济可行性仍抱持疑虑，质疑竞业关系可能阻碍外部无晶圆厂客户下单。此外，市场对管理层承诺2027年晶圆代工达到损益两平的时间表亦存在争议，认为高额 Capex 可能延缓获利改善速度。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管理层可能将 18A 制程全方位开放给外部竞争对手，包含 AMD 及超大规模云端商的战略转向传闻。该传闻可信度极高，因 CFO 已公开证实正在评估外部客户的 18A 需求，若未来6个月内宣布签署首个云端巨头大单，预计将带动股价出现 15% 到 20% 的重估行情。另一项消息为美科技产品关税的临时豁免，短期内提振了整体半导体供应链情绪。我们的想法与总结：英特尔正处于其10年一遇的营运转折点， Q2 财报以 25% 的营收成长与 Non-GAAP 翻倍的成绩，强烈回应了市场对其产品竞争力的质疑。Intel 18A 制程的顺利量产标志着公司在制造端重回全球领先梯队。我们目前的考虑不构成投资建议，短期内股价在冲高至 112.70 美元后，面临半导体板块获利了结卖压，且自由现金流受 Capex 压制为负，股价可能进行震荡整理，中长期12到36个月。作为美国本土先进制造龙头的战略价值，
伺服器 CPU 配比修复以及晶圆代工亏损收敛。公司具备极高的 re-rating 弹性，考虑重点关注区间震荡情况，考虑时机分批加仓，并跟踪外部晶圆代工大单的落地进展。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